注意看，這裡是位於河南安陽的中國文字博物館。在去年秋天，我接連逛了這家博物館2次。第一次是和我的老朋友南希一起去的，不過我們之前連續自駕8天，拍攝了34個點，到這兒已經累壞了，所以文字博物館沒逛全。於是幾天後，我又單獨去了一趟，把漏掉的展廳逛完了，才能做出當下這個視頻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這次一定點關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這個地方是位於河南安陽的中國文字博物館啊，一會兒我們再好好的逛一逛。我們是2024年10月過去的。文字博物館中間的大建築就是宣文館，也就是它的主馆。參觀前記得在小程序預約，一次性預約2個免費的館，也就是宣文館和徽文館。徽文館視頻出過了，各位直接回翻我主頁就有。收費的博文馆是哄孩子的，我們成年人就不必去了。預約好之後就可以刷票進入了。參觀之前記得先看看導覽圖。1樓唯一的展廳名叫一片甲骨驚天下，現場有那麼一尊清代裝束的金屬造像，這個就是在1899年於甲骨殘片中發現商代占卜文字的金石學家王懿榮。再往後看，發現《老殘遊記》的作者劉鶚居然也是甲骨文收藏家。之後博物馆所展示的是殷墟考古的發展經歷，這些隨便看看就好，因為安陽的殷墟博物館有更細緻的記錄，你可以直接去那邊看，或者在我的主頁回翻殷墟博物館的視頻看，那樣更清晰。這邊提到的一個概念，那就是天干地支的說法，是從甲骨文那個時代開始的，以及甲骨文書法也是諸多書法藝術中的一種，但屬於是比較冷門的分支。看完這個小展廳之後，我們登上直梯奔向2樓，來到中國文字發展史第1展廳。這邊關於文字的記載是從倉頡造字的傳說開始的，現場對應的實物是遠古刻畫符號探方，但現場光線很暗，基本上是看不清楚的。唯一清晰的是頭頂那個4隻眼睛的人像，這個就是倉頡了。相比較而言，現場展出的另一處刻畫符號實物就好得多了。其實這邊也一點都不明亮，最多勉強看清楚地层，卻看不清符號。但它好就好在用展盘描繪了一個清晰版，這個就方便多了。原始人還將這些符號刻畫進了陶器裡，所以我們也能在實物上看到這些符號出現。後面對我們去過的良渚文化等遺址以图文形式做了展示，但下邊擺放的卻不是對應的文物，而是安陽本地出土的同類物品。下面我們進入甲骨記事篇章，在早商時期，先民便在牛骨上刻下记錄的文字了。所用骨料除了牛肩胛骨之外，還有羊骨、鹿骨、豬骨和狗骨。現場展出的实物展品上還保留着昔日的鑽凿痕迹。下面進入了殷墟甲骨文的篇章，這個時候的文字載體就從牛骨逐漸轉化成為了龜甲。去殷墟參觀過的朋友必然都知道，這個階段的甲是遠多於骨的。旁邊的電子屏幕上還復原了整治龜甲並刻畫文字的流程，此外還用模型人復原了商王問卜的場景。如今我們通過這些甲骨文字，還能推断出昔日的那些商人與占卜密切相連的生活點滴。最後還提到了仙州至西周早期甲骨文，這個平時是很少接觸到的。後面科普的是甲骨文造字方法，這時候除了常見的象形字之外，還有了会意字，但看來看去，這些会意字多少還有一些象形的元素。后面還有指示字，這些原本是指代事情的符号，之後便逐漸演化成字了。假借字則是在象形字之外又多了一層引申的含義。最後就是一邊形一邊生的形声字了，這是普通人最容易理解的那一類文字。最後提到的族氏名號，如今已经演化成為漢語中的姓氏，成為了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只是很多人都忘了漢語中的古老傳承，也忘卻了漢人舊日的榮光。至此，我們就逛完了這個1號展廳。現在我們進入中國文字發展史第2展廳，開場的第1個篇章就是商代金文了。這個階段的金文普遍字少，比如現場展出的亞掌月明文，僅有亞掌2個字，你仔細看它的頂端就能發現這2個字了。如果換件青銅器看，結果也是如此。比如現場的紫微鼎铭文，你能從它的內壁發現很清晰的紫微2個字，果然是惜字如金。
再往後展示了商代文物犀鼎的銘文，仔細看它的內壁就能發現那個犀字。此外，附近還用模型複刻了鑄造青銅器並錾刻金文的場景。下面我們進入西周金文篇，這時候的銘文開始逐漸加長，並能記錄完整的故事了。比如這邊的伯良期許銘文，篇幅就比剛才長了很多。博物館中的此類文物一般都是閉合的，但這次就把蓋子打開了，因為蓋子和銘體裡邊都有大段的銘文，打開才能展示。此外，博物館提到，隨着時代的發展，文字也越來越抽象。如今我們用的方塊字就抽象到了極致，幾乎不再有象形功能了。另外，博物馆現場還用比較鮮豔的顏色復原了一些青銅器中的銘文，這種復原方式足可讓更多的人看到它。之後提到了藝術化的字體鳥蟲書，附近對應的實物是越王勾踐劍上的鳥蟲書，這上面一共8個字，分別是越王勾踐自作用劍。下面我们进入物以载文篇，并發現文字的載體並不限於前邊說的甲骨和銅器，比如在秦漢時期就多了簡牍和帛書，現場對應的實物則是新蔡縣葛陵楚木簡上的文字。現場一共展出了25枚這樣的竹簡，而且都是真品，不是複製品。因為這批戰國竹簡，其中文字完好的那一部分基本上都在文字博物館了。能看到這麼多戰國竹簡原件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然後進入先秦陶文篇，開場展示的是殷墟的晚商陶文和西周陶文，再往後是戰國的三晉陶文。此外還有配套的實物展品，這能讓大家知道真實的陶片是什麼樣的。再往後是先秦玺印，對應實物是戰國漆印上的銘文，不過只有一個漆字。下一組是先秦玉石器文字，其中比較知名的是寫在玉石片上的侯馬盟書，因出土於山西侯馬而得名。它能完好保存下來，與玉石的穩定結構不無關係。然後還有先秦貨幣文字，之前在博物館裡倒是沒少看到貨幣，但還真沒注意到上邊還有文字。現場有一些布幣，把鏡頭切近了看，就能看到每一枚布幣表面有1-2個陽刻文字。布幣旁邊是刀幣，刀幣個頭大，能刻的字也多。如果切近了看，就能在刀幣上看到齊大刀3個字。之後便是秦始皇統一6國，順便把6國不同的文字都給統一了。這個時代對應的文物是秦方聲，隸屬於度量衡中的量，它的側面便鐫刻着那個時代的文字。至此我們就逛完了第2展廳。現在我們來到中國文字發展史第3展廳，開頭先進入青銅器銘文篇。先來看16年政令歌，它的銘文在後腦勺上，內容包括鑄造兵器的時間地點以及全部的參與人。後一件則是正右庫矛，它的正面靠右側就刻着正右庫3個字，這是制造或存放兵器的地方。下面進入秦隸篇，隸指的是比小篆更容易書寫的隸書，不過下邊展出的實物看起來都更像是小篆，這些也是真文物，但大都是從湖南的博物館調撥過來的。之後圖片上展示的文字則很像是一個介於小篆和隸書中間的版本，而後面的元年倉曹當記就已經是隸書的形狀了。然後是秦代玺印封泥篇，因為這玩意兒普遍比較小，看實物的話不太能看清楚，所以都用圖片的形式給觀眾放大了看。而在漢代，隸書則逐漸向楷書演化，這是我們更熟悉的狀態。然後介紹了漢魏的簡帛文字，它又可細分為簡和帛。開頭看到的第一片漢簡其實更近似於隸書，而周圍的展品則幾乎是清一色的漢簡。這些是出土於湖南益陽的兔子山7號漢簡，記載了漢代的真實生活。為了展示文字，就調撥到這邊來了。至於帛書，則只展示了一些湖南馬王堆帛書的圖片而已。然後是漢魏碑碣文字，碣的字面意思就是圆頂石碑。現場展出的是東漢年間的子由碑，又名子由殘石，這上面的文字明顯更貼近於隸書。再往後則展示了東漢年間的刑徒專制，這些實物上刻的字兒是刑徒的各項信息，而他所用的字體則已經更像是楷書了。再往後進入南北朝和唐代時，這邊出現的文字基本上就都是楷書了。我的老粉必然記得，在我們日常的旅途中，
從古建築看到的那些碑刻實物，99%以上都是楷書。雖然時隔千百年，但我們去讀那些石碑上的文字，仍然是毫無壓力的。後面還用少許的篇幅復原了造紙的流程，只是很便宜的文字載體，所以它在文字的傳播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而如今的互聯網明顯比紙張要更便宜，傳播的效率自然就更高了。下面我們進入說字傳譯篇，我們看到了中国的第一本字典《說文解字》，還有針對《说文解字》形成的批注。那我們今天这個視頻就是對《說文解字》批注的批注。之後我們進入歷代字書篇，這邊有大名鼎鼎的倉頡篇，是李斯、趙高等人寫的識字書。再往後是音韻類的書，也就是幫助人認字、把字讀下來的書。然後是訓诂類的書，就是講解詞義的書，其中又以《爾雅》最為聞名。而在近現代也出現了新的字典和詞典，其中的頂流當然是大多數人都用過的新華字典了。下一個篇章是漢字規範化，先是介紹了我們所用的簡體字，有好多都是從古人實際寫下來的案例中真實出現過的。於是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便根據這些實際存在的案例，推進了漢字簡化工作。我們寫這些簡化字便比寫繁體字輕鬆得多。幫人識字的大功臣則是拼音，這是發軔於上世紀20年代，敲定於上世紀50年代的快速識字方案。在拼音誕生後，人們識字的效率可比以前高得多了。最後一個知識點是盲文，大多數人接觸不到它，但它可以讓視覺受限的特殊群體也參與到文字交流中來，這是文字工作者對少數群體的人文關懷。至此，我們就逛完了中國文字發展史第3展廳，也逛完了宣文館的2樓，然後我們來到3樓，路過2個特展廳。帶我去的那會兒，2個特展廳都是鎖着門的，就直接跳過它們，並抵達第4展廳。這邊介紹的是中原王朝以外的文字。頭一個介紹的是屈盧文，這是在樓蘭、鄯善等西域諸國廣為流傳的文字。現場對應的文物是一根屈盧文木牍，切近了看發現上面只有少許的屈盧文殘迹了。然後是來自古波斯的粟特文，它隸屬於古伊朗語系，對應的文字實物則只有一張拓片。之後是發源於印度文字的於闐文，所寫的內容也是以佛經為主。下一組是契丹文，這個感覺是把漢字稍微改形狀，然後直接就拿過去用了，而且看起來很親切平和，沒有絲毫的恐怖感。但西夏文就不一樣了，他們這個文字高低有點恐怖谷的感覺，但寫成西夏文草書之後，這個恐怖谷又沒了，又變得平和了。後面又簡單介紹了幾種其他的文字，但只是給個牌子，都沒見對應實物展品，就不細說了。之後提到了近代的民族文字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朝鮮文。這個和朝鮮半島的文字是近似的，而且朝鮮人都知道文字工作者一定要懂文字。至此我們就逛完了這個展廳。現在我們進入中國文字發展史第5展廳，它講的是從印刷術到信息化的發展史。開場講的是印刷術的起源，早在遠古時代，人們就用刻着花紋的模型給陶器印制花紋。在隋唐時期出現了雕版印刷，主要是印刷圖片和文字。它的重要前置科技是造紙術，如果沒那麼多紙，那印刷就沒那麼多用武之地了。現場也展出了雕版的實物，上邊紅的黑的顏色想來就是印刷的顏料了。後面那些小型的工具就是用来雕刻木板的工具。附近還有對應的操作流程供手搓愛好者使用。之後還用圖片來展示了雕版印刷的精品之作。之後介紹的是古代書籍的裝帧形式，其中將書简彙编成册的叫做剪册装，卷起来打个捆的叫做卷轴装，然後是函套，這就是給一大套書包成一整包。最後是包被裝，就是給書脊固定住包起來。現在的平裝書基本都是這個做法的，而之後的線裝書在古代很有代表性，在當下反而越來越少見了。下面我們終於進入了畢昇的活字印刷時代。畢昇是北宋年間的人，但我經常給他記成東漢時期。他所發明的活字印刷就是把字做成一個一個小塊，用的時候拼上去，不用的時候摘下來，可以循環利用。最後印刷出來的成品和雕版印刷也沒什麼區別，甚至這種技術都傳到西夏去了。
而專門儲存活字的地方則叫做王砧盤，這是元代農學家王砧的發明。仔細看，你會發現這個活字是按照平水運排列出來的，然後就從活字印刷時代直接跳到計算機時代了。其中王選這個名字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是很有名的，他和他的團隊成功研制了激光漢字照排系統，給電子打印打下了重要基礎。再往後介紹的是漢字輸入法，最開始會用五筆輸入法的人絕對比拼音打字要快，但後來微軟拼音和搜狗拼音出現了，輸入速度再次反超了五筆。再往後是讯飛語音，我靠這個輸入法半小時寫6000字草稿輕輕鬆鬆，你上你也行，因為每個人的嘴都比手快。逛到這裡我们就逛完了这個博物館。其實現在輸出文字更快的方法是什麼？毫無疑問是 AI。 從早先的 ChatGPT 到後來的豆包、Kimi、DeepSeek、Grok 等多種工具，輸出效率一個比一個快，一個比一個高。在用慣了這些工具後，我們便將任何需要人手動輸出文字的方式，包括用鍵盤敲字的方式，都歸入了古法寫作的行列。 AI 在降低文字創作的門檻，提高文字創作的效率，但它並不能徹底替代創作者，至少現在還不行。因為傳承數千年的漢字是從古至今的歷代漢人以千萬雙生繭的手掌，在人間煙火裡代代傳承，才托起這綿延不絕的墨香。那些冷冰冰的工具並不能看懂內中的曲折，只有真正的族人才能品得懂它的韻味根源。看到這裡的朋友，歡迎點讚、收藏、加關注，和徐公一起讀城，一起旅行。